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解锁上扬能量，推民自信上场。华为 Watch GT4 研制实力派，邀您一起开始推理吧。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你们都不应该进来。我推神秘的房间，谁都不能进来。哦，推神秘啊，你是推神秘啊？你赶紧告诉我，粉凤凰呢？都给我出去！出去！好，等我先出去。哦，就是这个车。不好意思打扰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阿推。嘉伟，怎么是嘉伟八段锦？你怎么回事？八段锦。嘉伟，我不知道，你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开了。哇，这库房。库房里边东西挺多呀。库房。哇，这库房。首先，刚才有2个信息点，他和他有新的身份，有可能是双胞胎之类的。对，双胞胎之类的。双胞胎？你知道我双胞胎吗，哥？他肯定不是双胞胎，他是我亲妹，我可以证明他的存在。一切都不好说。那你亲妹 X 先生，你注意一点 ，X 先生。不是，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现在混淆我们呢。我们先把这个屋的东西解决一下。也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是在这个屋在这儿玩过啊？没错，就是这。哎，这。哦，这是你们小时候画的是吧？对。活着就有机会，活着就有机会。是谁触发了什么机关吗？活着就有机会。这里有一个门被封了。活着就有机会。对。活着就有机会。哇！哇！活着就有机会。活着就有机会。哦，也就是你们小时候在这玩，听过这句话吗？对。就这个声音，我记得很清楚。华生辉我也认识。啊，快看一眼！快看一眼！活着就有机会。白色通道。哎，那得把门打开吧。把这个弄开吧，这钥匙啊，开锁的。这有什么吗？没东西啊。哎，这里有个报纸，《推镇日报》。近日，我动脑堂著名心理学家推心洞教授公布了项令人惊讶的实验，实验对象是一组年龄在5到10岁之间的儿童，让孩子们在封闭房间内体验绝境下的压力，同时反复让孩子们看到一幅森林画报，将森林形象深深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当这些儿童成年后，每当陷入绝境，会不自觉地产生身处森林的幻觉。推心洞教授在关注推镇居民的心理健康，如您出现精神错乱、记忆混乱、幻听、幻觉等现象，欢迎致电动脑堂电话号码01326916。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一会儿。附推镇首批电话已完成安装，正在启用，分别位于推镇各职能机构、动脑堂接诊大堂、推乐门老板房。如您想致电动脑堂，可前往以上几处。这去老板房给他打电话。打电话，走吧。哇，越来越复杂了，我感觉。哎呀，乐爷，来打电话吧，来01322。来，通了。
喂，您好。喂，你好。推心动医生，请问你是谁呢？我是王传说。王传说，你不是我今天预约的客人，我预约的客人叫王哥。那我是王哥。王哥是个小朋友呢。再见。他还让你夹起来了，得来夹，你来，小朋友，巴力只能你来了。巴力只能你来了。喂，您好，我是推心动医生，请问您是谁？医生你好，我是王哥。王哥呀，那个你终于打电话来了，刚刚有好几个不知道是谁的人打电话，都吵死了。我经常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就是有一个姐姐，她说要让我好好活下去。那个姐姐在哪跟你说了这些话呀？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呀。在那个房间，我们被关在一个很废弃的房间，然后我们玩了萝卜蹲哦。玩了萝卜蹲，还听到了一个姐姐的声音是吗？对，然后我们就被人救出去了。哦，那你可要注意了。我曾经在大洋彼岸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如果你在小时候很害怕、很绝望的时候，听到过一个声音或者看到过一个画面，那你长大如果也遇到了同样特别绝望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重复出现，让你产生幻觉。永远不要低估人的内心的强大，往往只有自己能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呀。哦，我知道了。那，你们还有没有想跟我们说的？那还有王哥小朋友，你旁边好像还有大人在说话呀，他们有什么疑问都可以一并问我的。没有，姐姐没有。啊，有，我们有。你有没有认识在推镇也会做这个实验的医生啊？哎，这是你爸爸吗？对。王爸爸你好啊。哎，你好。其实这个实验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你们遇到跟这个实验类似的情况，那么其实就是这个理论可以支持，但是你们永远都不要低估你们内心的强大哦。再见啦。哦，所以是他只是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实验嘛，就是人在小的时候，当时会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他，然后长大之后再一次遇到绝境的时候，他们就自救了嘛。没错。但幻觉那个胸针又从哪儿来呢？啊，这个胸针太真实了，我觉得。那是有证据啊，它花啊什么的，这些都在呀。有没有可能小时候是真的有这个人救了我们？对，现在就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三个没有见过这个人，只是在那个房间被困住之后，听到了里面房间传出来的声音。你是这个意思吗？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三个真真切切的见过这个人，就是有过这么一个人存在，救过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解开的东西吧？我觉得是。那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密室啊，那个密室是打不开的。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回到乐爷死亡案件的本身。乐爷这个房间也是有暗道的。在哪儿吗？在这儿，是在柜子里面。哦，这有半个脚印。凶手肯定是从这个地儿进来的。对，现在我们想的是怎么把这个机关打开，我们看看这个屋里有什么方式能把这个门打开。
还有这个太阳花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代表着什么？这上面是不是可以放一个指针呢？如果把这个找到了，可能一排列就能找到一个什么密码。哦。哦，是这个不？哦。哎，长短针啊，我就觉得这个麦克风是有点活在身上的。哦，这不是表吗？哦，它上面还有这个时辰，还有这个子丑寅卯这个东西。哇，聪明啊！不亮了之后呢？乐爷生日，有人知道他生日吗？不知道。我们在房间发现过账本、飞升名单、1月31号的那个牌子。新世界的大门在那年被推开，在那年被推开。新世界的大门在那年被推开。哦，我知道了。10年这个地方开业，亏1年，然后11年开始遇到那个客人之后，推神秘之后开始盈利嘛。推乐门是在1910年开业的。一直连续亏损了12个月，直到1911年的1月份，推乐门就开始盈利，那就是1911年，1911年吗？对，19点11，7点11。哎，对呀，耶！开了！哇！哇！哎，等会儿。哇！好多钱啊！都是金银财宝哎。这不是那天的钱吗？这是推神秘的。啊，不是吗？是。乐爷这儿藏了很多东西啊。契约。乐爷每月向推神秘推荐歌星去推老会发展，推神秘承诺每月为乐爷提供4条小黄鱼。他给他推荐女孩，对，然后每个月拿钱，对他每个月给他钱。推神秘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改乐爷的推荐人选，这就是你们发现的那个本上，把它划掉，完了又换人。第4条是乐爷承诺推荐歌星具备推神秘所需的所有转约条件。第一个是孤女，就是说白了弄不清楚自己父母是谁，就没人去，他们丢了也没有人去找，没有人找的孤女，且身体检查通过。一旦身体检查通过，且是无亲无故的孤女，这么可疑吗？身体检查是什么？所以他找这些女孩，不见得是要去那个哪吧？说是去了推老会，但实际上是去了隔壁房间做实验。这个推神秘是在搞事儿，凤凰很有可能就是被他带走，有可能。这个哎，这样，我们猜一下这后面是什么？我猜是通道，推老会，是吗？有可能啊。我看一眼，是个房间哦，
这房间很漂亮啊，而且有办公桌，有台灯，各种名人字画。他是往两边滑吧，还是怎么着？进不去了，卡住了。快爆破！这个剩下这个就是要你爆破了，这个真的是要爆破，这绝对是要爆破的，这个后面是要踹开的。快爆破！干什么啊？你给我收！是你爆破的，又不是收尾，你去收尾。怎么收？起来，让，哎，各位老师们，来，让我们白大炮给我，白大炮给我打开，白大炮上，都给我破开！啊，来，哇！哇！啊！太暴力了，这么难吗？哦，我都说了是要爆破，真的是要踢开。走，天哪！小天，哦，这么一个。哎，小心！哦，这是老堂主的办公室。啊，动脑堂。哦，动脑堂。哎，面具。这儿还有，这什么？效用了，效用了，迷拥了。迷拥了，效用了。这是迷香，迷香一款让人迷晕了的香，吸入后即可昏迷。哎，门口点的是不是就这个？这个可能是迷香。迷香，如需对它使用，请佩戴面罩。要戴上面罩。哦，凶手肯定戴过这个面具。对啊，因为他点过那个。来，我们效用了一下，来吧。这啥东西？太合适了，你很像。他也挺符合，也很符合。他也不错，都差不多呀。你要干什么 ？X。哎，这还有火柴，还有手套。这是使用过的痕迹。使用过的痕迹。凶手一定是在这个屋里拿了这个迷用了，然后从这个密道进入了老板的房间。所以乐爷只知道他的金库。对啊，他不知道这面有人想偷他的金子。是啊。我出去看看。而且下了3天的雪。那现在外面连下3天的大雪已经停了，诸位住在3家巷的贵宾们可以先有序的离开了。这是想说没有脚印是吗？如果没有脚印，他是怎么出来的？谁？哎，你们几个从哪儿来的呀？怎么上2楼去了？这2楼的办公室呀，是我们老堂主的办公室。自从老堂主去世以后，这2楼的办公室就一直空着。那上面没什么东西，快下来吧。行，那你们先下。你们小心一点，下来的时候注意一点安全。啊，注意。哎，我们这动脑堂的院子都很久没有清扫积雪了。你们看，这干净的连个脚印都没有。你们随意吧。
我就先进去忙了。凶手杀完人从这儿走，不是，那他怎么下来的？这玩意儿没留下任何脚印儿啊！啊，从这儿你看啊，上面唯一的有可能是爬这个柱子。那这也太难了吧？这个对于凶手来说，我觉得有啥难的？你从这儿翻过来，这很高的，他一定会有一个逻辑。为什么凶手就不会轻功呢？你会轻功还用走密道？你直接缩骨功从门缝出来得了呗。吊着威亚也可以。哎，其实我觉得啊，你说他作案的时候是用头发绑的人吗？不管他是用头发还是用绳子，他一定是有东西的嘛。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我们要不要上去检查下栏杆之类的呀？你看这顶上有没有刮痕什么？这顶上没有。那就是不是从那儿下来的，因为一个人的重量起码得有点什么划痕之类的。这个是。哦，这玩意儿还能抽出来啊？对啊，这个可以，哎，这个可以，都能抽是吗？都能抽。那也就可能他是利用这个下的楼，有可能。你想，他如果说是他把这个抽出来，拿一层走一层。对啊。那我们就算破解了这个没有脚印的手法了，对吧？对。那也就知道我们凶手作案的行动路线了。对。反正这个人是得和动脑堂是一定有很大的关系的吧？你来过动脑堂吗？你管我来没来过？不是，我说这之前，我来过呀。来过呀。你为什么来动脑堂？治病嘛。你管我为什么要来？你拿到证据我再告诉你。我们模拟了凶手的行动路线，一定是从这儿出来往回走嘛，也就是我们有可能出去看看这条街上有什么东西，会不会？是的，可以看看。我们回到了，推了门。好的，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亲爱的推了门。那现在我们知道凶手的路线了，已经。对。哎！你们几个是推了门的吧？啊，是推了门的啊。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我是修师傅。我刚刚呢接到我们推正的电力公司的通知，说你们推乐门现在有大功率电机在运转。大功率电器，推神秘的吗？你看，这个呢会影响我们整个电网扩展，所以赶紧把这个大功率电器给关了。这是推乐门的用电须知，我还有事儿，拜拜。好，谢谢啊。如果使用大功率电器影响区域用电时，必须及时关闭电器。如无法关闭电器时，可通过以下方法关闭电器所在房间的电闸。同时按下位于推乐门2楼走廊歌星画像附近6个按钮，直至灯光恢复全亮状态即可。葫芦娃出动，行了，每个人占一个位置，走吧，走。歌星旁边啊。
这个吗？啊，那么高啊！我够不着。这么高的按钮啊，我们哪摁得住？你们个高的去。我试试。我也够不着，我也够不着。算了算了，不是这个好离谱啊，够不到啊！你们仨还够不着？够不着，太高了。咱俩去找矮的吧。找矮的吧，哇，这个猪腰子，这个也高啊，这儿有一个，这个你可以。这边还有一个，在这儿。啊，这个好，这个咱俩就一个这个，一个那个。那我按这个吧。你那个吧，那我这个呗。我这个吧，拿个凳子吧。我不用，我不需要。何必为难自己呢？白裁缝拿凳子，他已经搬桌子了，有他的鸡贼那样儿。准备好了，说一声啊，各个点上报一下。凤凰、蓝水晶、凤子、猪腰子，猪腰子，他真的就是猪腰子。下班啦！霉运连连。3、2、1，哇哦！摁住数秒，干嘛？然后呢？一直摁着吗？我后面有人。我感觉我旁边有人。哎，走开走开，我知道你过来了。别！怎么了？喂！救命！快抓住他！快快快！抓住他，抓住他！哎，各位贵，是我，我是陈哥。哎呀，你吓死我们了！我不是推证日报上写的那个长发魔女。你为什么要假扮呢？我这是听说巴黎要在这里开个巴黎时装周嘛，所以想坏他的事儿。哪儿啊？我这想的正好捞点钱，这可不比我理发给大家赚钱的时候来的快多了吧？哦，是你干的呀？我承认，丁丁是我借走的。乐爷死这个事儿，但是乐爷绝对不是我杀的，肯定是别人干的。我这有证据，我想起来了，我带大家去看，来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哦，还有证据。证据在哪儿了？店就在对面。忒好看理发店。来，巴力，你的钱之前大家的定金都在这儿，我分文未动啊。你的定金回来了。哦，对了，我还有一个证据，你们看，我这个证据可以证明我真的不是长发魔女。我之前我好不容易攒齐了这一桶长发，但就在前天晚上1月31号8点半，我去上了个卫生间，一回来不知道哪个家伙把我的头发全给我偷了，一根毛没剩下。哦，当时那个偷我头发的人还落了个东西在里边，你们看看这个有用没？30到1号。31号没有啊，有种可能是31号的被人拿走了，还是什么？
也就是我想说，偷头发的时候这个掉在这儿了，然后呢，他的少了，就把那个谁乐爷拿走了。哎，这个是我家的传单，来大家看一看，看一看，非常好看，理发店。我们先回去说吧，这很冷，好不好？杀乐爷的凶手去理发店，在31号的时候去偷头发，偷头发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工作牌落在那儿了，所以他把乐爷的工作牌拿走了，啊，这就证明了这个凶手是从那地方拿的凶器。那我们大家说一下31号在干嘛吧。啊，我先说啊，我31号我一直都在这个推乐门去整理衣服，从早上到晚上7点钟，然后7点钟呢，我就到对面调整了一些衣服的东西，供模特穿的，然后大概在晚上10点钟，我回到了八家巷的家里睡觉。10点你回家了？对，10点回家了。说一遍你的。我7点的时候就去买鸡了，那个鸡店老板肯定可以证明我买了一只鸡。鸡店在哪儿？3家巷推土机。推土机？推土机什么？有推土机那个店，有那个店。9点到了家。9点到了家，炖鸡汤，开始炖鸡汤。对。10点40，我去八家巷他的单人宿舍去敲门，给他喝鸡汤。但是没人回应，我只能回家把鸡汤给自己喝了。传说你的31号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我是在这儿写歌啊，我写完了之后我就奔他家了，我想找他改。出发的时候应该是8点半，我到他家是10点45，结果我敲门没有反应，我就赶紧回来了。我回来了，我等到第2天早上，他一来我就叫他改着嘛。那他不骗人吗？他不是说他10点就回家了吗？因为忙了一天很困，我那天就睡了。那你呢？我呢？我在家。31号没有事业线？有啊，8点50他在我家让我给他改衣服。我们3个都一起啊。他们的时间线都是可以投的。这是我家的传单，可以看一看。可提供上门理发服务，服务范围限10公里范围内，最远可到达8家巷。它这个要说明的信息就是从3家巷到8家巷是10公里的距离，走路挺远的。晚上7点钟呢，我大概在晚上10点钟，我回到了八家巷的家里睡觉。我7点的时候就去买鸡了，9点到了家炖鸡汤。出发的时候应该是8点半，我到他家是10点45。我在家，8点50他在我家让我给他改衣服。白的时间我是可以给他作证的。8点50的时候，白有才是在8家巷的。如果他要作案的话，他怎么着得等到8点半之后偷完头发再走吧？来不及回家。对啊，来不及啊。我们先排除白，然后呢，你们3个人现在都是自己的说法，除了白的我能证明。啊？有问题。你俩是不是有问题呢？因为你上来你就给他证明。谁啊？我跟他呀。你不需要给我作证，你很奇怪。我替你作证，你还不乐意？你这么玩，你保他俩，然后他肯定保他嘛，那他是我妹，我也保了，直接给王传说扔出去了。你这太那这怎么开玩笑呢？
对呀、这两位是我的小玩伴啊，我保了，啊对他我也保了，我要死保他俩。好，就还是网传说有问题。你变得好快，我有传说。你这我满脸就写着凶手呗，你这话说的，哥实在没有办法了。其实我跟你讲，后面那个案子，其实王传说是你父亲。王传说，你这个把你父亲害了。还有一个点啊，你看啊，一惊一乍的来说，我看有多精彩的点。就是不，虽然说这个点可能不是很精彩，精彩，但是你看嘛，就是杀人的那个动机的那个强烈性啊，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强烈一些。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那天突然看到了粉凤凰的那个东西，就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点可能会更强烈一些，而且他不用去顾忌，就是到底我们办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怎么样，我是这么认为的。王是符合作案时间的，对不对？没有，我怎么符合？符合，绝对符合。你是晚上8点半出发去找巴力，10点45到八家巷，那中间你有2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可以从这里走到八家巷，外加去理发店再偷个头发。他是从这儿前往我们的宿舍八家巷的，所以他在这儿是完全有动机跟时间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再到八家巷去找。开玩笑，那我走不到了。你要按这个时间点算的话，我怎么能走得到呢？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他说的是实话呢？他现在这里边的谎言特别多。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理发店。但是你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证明你9点钟在家，你明白吗？咱们再回想一下，就是这个时间线，因为我们俩人去找他，他都不在。我也是，我是晚上10点40去的他在八家巷的单人宿舍，我也是敲了门，没人回应。你再回忆一下，你是10点钟回来之后再没出去过？是10点钟回到家里，我就睡着了。对，我也没出去。那也就要不你俩说谎，要不你说谎吧。就是没人。就是没人是为啥？你硬要把我推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哎，你为什么要来做我的徒弟呢？嫌疑人开始护咬了。我为什么要来做你的徒弟？我以为你救了我呀。然后我要报答你，你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对，然后我要好好做人，不要那个再消沉下去了。那只有8是整个7点到10点，都是在三家巷的。巴力的点在这里啊，就是他是晚上7点到10点钟是在这个三家巷的服装店的。那晚上7点到10点，他如果在三家巷的话，他就可以去偷头发。对啊，你明白吗？对啊。哎，其实我有个疑问，你那个在推乐门和包括晕了，第2天醒过来，突然在了一个华丽房间这一段事儿，对，这段也是挺奇怪的。我总觉得有很多事儿都没说出来，包括他跟乐爷之间的私人恩怨。啊，没有私人恩怨，觉得就是那天发现他要动那个戴太阳花的女人，但那个太阳花女人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确实有想杀掉这个乐爷，但是我是打算在2月1号等我这个时装周办完之后，因为我不可能去在我梦想这么久的一个舞台，我不可能说我要在这个舞台之前搞出事儿，所以我就起了这个念头，但我并没有执行。现在决定性的证据还没有找到。对，我觉得不会有决定性的证据，是吗？怎么可能？他不太对，
你今天真的很飘忽不定。我的飘忽不定是在什么？你说？你对真相没有那种渴望了。没有，因为这个事儿没那么，我想说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你知道吧？你 X 我跟你说，小 X。大家思考一下，谁是凶手？最后做出自己的投票。谁呀？因为我知道真凶是谁，所以呢，我一定要保护真凶，那只能把这个脏水泼到了这个我们的身上了。因为我们4个人的动机其实都很像，但是为什么最终选择他呢？也是因为有一点，从推了门到八家巷的时间，可能有一点问题。这是我的选择。我知道我选对了。作案过程其实2位侦探已经给我们讲过，就是那边有暗示，从暗示里面，那肯定得是一个特别了解这里的人才会做到这样。相比我们3个嫌疑人来讲，王传说在这里应该工作得有1年多的时间了，因为他在1923年的时候就已经和粉凤凰成为了搭档，所以说我投给了王传说。好的，安息，希望我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们几个人当中，大家对巴力还是有那么一点怀疑的，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后边的时间，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究竟是不是说谎了。好了，投给巴力。就是我一直很怀疑巴力之前讲的一段工作经历。他之前在推乐门做裁缝，然后被推荐到了推老会，中间有几天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晚上是怎么睡过去的，早上又突然在一个很新的地方醒过来，这一个点其实都没有解释清楚。我感觉他在隐瞒什么。然后我投的是巴力。我要投的接下来将公布各位玩家的投票结果。期待。忍不住高兴。你投的我啊？可你觉得呢？现在公布获得0票的玩家是白有才。白有才，我都准备起来了。白有才0票。除此之外，贺少帅也获得0票。哇嘿，怎样？我无语了。在巴力和王传说当中，谁的票数更高呢？两人平票。啊！3比3。平票。那这怎么算？那就平票就输了嘛。
不会不是他俩吧？不是他俩，那咱们是丢脸了。那么两人中究竟有没有真凶？哎呀，厉害呀！深藏不露啊，迅哥啊！两人之中存在真凶。啊！我在演什么？你不要演了，巴力。我真的无语了。真凶就是王传说。这一期呢，我的选择是王传说，所以说我投给了王传说。我投的是巴力，投给巴力。我投的凶手是王传说，投给了巴力。我这根本就 X， 你在假装？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柯少帅，我公布答案。怎么可能是我？你别装了，你别装了！哎，咱就别装，咱就别装，咱俩勾兑那么长时间。我没跟你勾兑啊！我一直给你发微信啊，一直发短信啊。哎，我一直给他发短信，他居然你们啊？我说我怎么失败呢？你这，我给你发半天你没反应啊？你给我发什么短信？请王传说宣布，你的 X 是谁？我的 X 就是他，还用说吗？来，我弄，哎呦，我吓死我了！哎呀，我以为我没玩明白，你知道吗？我以为，哎呀，我就知道，哎呀，两个坏人，坏透了，我跟你说。他跟我说兄弟，我说哥哥，你说咋弄啊？你嫌疑太大，你该不会想让我推到我妹妹身上吧？哎呀，我这个没办法，我怎么去都很难掰。那只能把这个脏水泼到了这个我们巴力的身上了。没事，你好人，她是我亲妹，我可以证明她的存在。首先她是我妹妹，第二点她这个说的东西很合理啊，我信你，我信你，我这个票投给了巴力。不好意思了，妹妹啊，也不好意思了，各位啊，抱歉了，抱歉了啊。哎呀，他俩这真的是。不，还有谁投的是我呀？我投的你。对啊。你可长点心吧，你被雇佣过去了。哎嘿，就因为我打了他一闷棍儿。现在将公布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在王传说作案的过程中，他遗失了自己1月31日的工作牌。他在杀害乐爷后偷拿走了乐爷的工作牌，但是在乐爷这张他偷拿走的工作牌上沾上了假发上的染发膏。太细节了。染发膏啊！但那个要发现的话，直接就锁胸了。对呀，对。由于真凶与嫌疑人同票，没有低于嫌疑人的票数，所以本案的真凶与 X 失败。现在是1924年2月2号晚上6点，推乐门歌舞厅老板乐爷被杀案已经调查完毕。由于3家巷仍处于48小时戒严时间内，所以真凶先暂留推乐门，等戒严结束后交由巡捕房接管。虽然我们这个案子结束了，但是目前还有几个疑点嘛，还没解决嘛。第一就是他为什么那个推神秘管他叫嘉伟嘛？嘉伟？谁？嘉伟？嘉伟？管他叫八段锦嘛？你是八段锦还是巴力啊？
还有就是推神秘那个房间里有一个大功率的一个锁，我们还没打开，对不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对推老会是不知道的，无父无母孤女，然后呢身体符合检查，所以那个标准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那个上房旁边那个仓库里面看到了一个房间。哇，对，没打开来过。那里面是什么？是不是那个地方就是推老会呢？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真的那个白发魔女，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整个应该，我觉得这里边其实谜团还挺大的。接下来将颁发金钥匙。嘿，黑什么黑？黑什么黑呀？没有，没明的。由王传说为大家颁发金钥匙。哎，要这么干吗？哈哈。哎呀，恭喜呀！哎呀，我记住你了，白有才，柯少帅，谢谢，我也记住你了。对不起啊，巴黎。哎呀，哎呦喂，哎呦喂！合理摸鱼推理王开始推理吧！哈哈哈！哎呦，哎呦！柯表弟，作为推证第一的比 king， 我回来了！哈哈哈哈哈！贺少帅，人尽皆知的比 king， 比谁能在推证躲藏4个月不被发现，这个挑战他输了。表弟，我用绷带把自己绑起来，你们谁都没有找到我。真表弟？你谁？你是假的。你是姜伟啊？他是假的。我贺少帅，什么姜伟啊？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就你这还贺少帅的脸都没有，我才是贺少帅。各位，真假贺少帅呀？每个人都会有至暗时刻，大家的至暗时刻无非是遇到了什么很大的困难或者说是遇到了很多质疑跟外界的纷纷扰扰也有关系。首先你得就是扛住，你要寻找一个内心自己真正想去追求的一个东西。当你有了这个方向和目标之后，其实外界有很多东西就不会打扰到你。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光，你可以救你自己一把。在你人生中实在是撑不起来的时候，你有双手可以扶地而起。所以我希望大家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先去排解压力，然后你再静下心来去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像我妈妈去抱着我一样抱着我自己，给我自己安慰。就是因为在就是20刚出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也有点像王传说嘛，会有一个音乐的梦想，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你想成功的话，你还得靠自己，自己变得强大，自己坚强，把那个时期度过之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那个至暗时刻也没什么，你要做你自己黑夜里的一束光。像那个巴利这样的至暗时刻，这事儿不成功，会有这样的时候，努力竞争，强大自己来让自己获得更高的成就感。可能有时候别人拉你一把的机会很少，所以说每逢遇到这种至暗时刻的时候，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在本期的故事里，巴利以为贺少帅会对他图谋不轨，于是敲了他一棍子，把他敲失忆了。这就是刑法上的假想防卫。假想防卫和正当防卫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存在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有存在的不法侵害，但假想防卫是假想出的不法侵害，所以假想防卫要根据它所造成的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期故事里，X 明知凶手是谁，但最后投票没有投他。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游戏机制的设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行为呢？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检法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当然，是不是不举报就一定构成窝藏包庇罪呢？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窝藏包庇罪要求有主观故意，就是你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且在客观上要求你帮助其隐藏、躲避、隐匿、潜逃，或者是做假证明等等。另外值得探讨的一点就是，直系亲属也可能构成窝藏包庇罪。在《论语》当中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但在现代法治社会，这种亲亲相隐可能会导致双双获罪，所以这是我们要摒弃的封建思想。我们推证就是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你到底是嘉北还是车头水？你是八段锦还是巴力啊？你赶紧告诉我粉凤凰呢？有人吗？我想检修一下这里的设备。哇！推神秘挂了，我是不是跟你说了24小时内不要再杀人了？但是我有时候控制不住我自己杀人的情绪。4个人都有杀人动机吗？那我确实是都有不在场证明。有人撒谎了。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这里的有一个人是2个人，所以就是他了。哎，但为什么不能是你呢？这是用于捆绑尸体的话筒线。贺少爷，你出刀的方式也很熟练呢。你的表情能不能藏一下？我怎么觉得他们是连环作案呢？你这个全家福是谁？不会是那个谁吧？粉凤凰吧？这一位就是我的姐姐。送去推老会的女孩都遭遇了不幸，所以你的杀人动机很强。有一把钥匙。仓库通道是那个被封闭的门。哎，推老会的房间。我们离开这扇门就死了。我一定逃不掉的，只有死亡。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解锁上扬能量，推民自信上场。华为 Watch GT4 研制实力派，邀您一起开始推理吧。惊喜彩蛋推证年代秀已同步正片上线，来看巴力给少帅们的走秀打分吧。每周六中午12点，会员专享开推吧 X， 一起来看 X 与真凶的幕后真相。每周日中午12点，会员专享推证万事屋，推宝为大家播报鹤里摸雨的推证日常。每周一中午12点，会员专享开始动脑吧，高校学长游戏对决超精彩。上微博搜索开始推理吧话题页，参与推证荣誉居民2创大赛，带话题推证荣誉居民2创大赛，开始推理吧，发出你的视频2创作品，将有机会登上节目片尾，获得推证荣誉居民盖章认证。丢开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出不多的真与假是能摸瓜。黑云隐，血雨滴，推证笼罩迷雾里，小阳神，烛火摇，挂着影子多一句。风声起，脚步急，满袖藏进烟烟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把银河响起，痛的解密这道题。隐藏着双重。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和推理团一起探索推证的秘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参与节目话题讨论。新浪新闻、QQ 超级粉丝团、星办、丽丽城传媒、碰星、星芒、X 先生、乌有岛沉浸游戏体验馆。他无力回答。